哎，你们俩把行李放奔驰车上。邢浩，终于把你等来了。我跟你爸爸交往了10几年了，还第一次见过你。赵董事长，我父亲常谈到你啊，真是久闻大名啊。来，上车。哎。 我就等着你回来呢。见了你爸爸了吗？还没有，我是从美国纽约直接到深厦的。应该找个时间回北京看看你爸爸。对你一直很关心，常常在我跟前提起你。我父亲常常谈到你，说你有事业心，为了事业到现在还没成家呢。一夜不成何为家？说句实在话。 让我动心的女孩子还真是不多啊，老弟，你怎么样了？有个女孩子我挺喜欢的，可是一直没有真正的追上。你这条件也不错啊 ，MBA 的学位，又是官方子弟，回来跟我好好干吧。你应该子承父业。我对政治感兴趣。不，你会感兴趣的。像你这种人的身上。 都留有政治家的血液，时间会把你培养成一个像你家老头子一样出色的政治家。赵董啊，你真是不知道我理想所在。我就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孩，结婚生孩子，安安稳稳的过日子。老弟，给谁发电子邮件呢？一个朋友，告诉他晚上我去找他。 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我还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大庆，你瞧瞧，你看看人家，连信息都电子化了，我就需要这样的人才，这才是从美国回来的，哪像你呀，连电脑都不会，你怎么参加 WTO 的挑战啊？啊？对了。 我父亲1个星期前打电话给我说，让我找个机会去拜访一下市委书记郑毅然。不用了，他已经被拿下了。好不好？干一杯。来。 邢浩，我已经叫人给你安排住的地方，是一套别墅，而且呢还给你配了台车，是台奔驰，怎么样？我也不给你定工资标准了，你要是需要钱的话，你就到公司去拿，20万以下你就不用给我打招呼了。赵董，我不能无功受禄啊！都是朋友嘛，像你这样的人才，我请都请不到。冯总。 你到财务公司跟他们打声招呼。好，知道了。行啊，以后呢就别叫我董事长，叫我赵哥，比较中听。啊、好的，赵哥。哎，待会儿陪你腐败一下。老弟，在国外这么多年，勾了几个金发美女啊？啊，说说看。是啊，说说看。赵哥，我来报道了。来，进来。 来坐，我给你介绍一下，老领导的儿子，梁兴浩，集团公司的副总，楼成就。你好，罗总你好。来，先干3杯。今天你一定要醉啊！你没看见来这么多美女啊？行了行了行了，1杯就行了。这兴浩可是咱们的重点保护动物啊，海外回来的人才啊。好，1杯。 怎么，
是女朋友来的信息吧？是他。邢浩啊，是这个酒吧吧？对，没错。这可是我们深下最有名的酒吧了，要不要我陪你进去？赵哥说了，你可是我们重点的保护动物。没事儿，我对深夏非常熟，我小学就在这儿上的。哦，那好，我就不陪你进去了。有什么事儿打电话给我。好的，玩的开心点。好嘞。欢迎光临。张小丽。是徐梦辰，不是张小丽。哦，对不起，我几乎都忘了。梦辰，你好吗？你到底是回来了？我是个为了爱情而活的男人，这就是我不从政的原因。你清楚，我可是有条件当一个政治家的。是啊，你的血液里就有着政治家的血液。你怎么说话跟一个人一模一样？谁？赵辉煌。怎么又是赵辉煌？我在深夏天天都能听到有人谈起赵辉煌，耳朵都快磨出茧子了。你认识他？不认识。到了深夏不认识赵辉煌，算是白来了一趟。过几天我带你见上一面。目前深夏对我来说呀，还是一个谜局。那我呢？你父亲的事情怎么样了？还没有进展。你都来了4个多月了，你在干什么呀？我听说你去了深夏彩虹集团上班，还听说他们连工资都发不出来。看来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深夏彩虹集团上了。什么意思？我听说赵辉煌也打算买下深夏彩虹集团。嘘，这是绝密，还正在运作。是啊，深夏彩虹集团的地理位置也好，又临着深夏湖，又接近市中心，黄金地段啊。我来深夏，第一就是为了继续追你的马拉松运动，第二，还是为了继续追你的马拉松运动。我要帮助你，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喜欢的女人一个人在深夏苦苦的寻找她父亲真正死亡的原因。对了，你现在住哪儿？我暂时还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为了我们方便啊。这才不方便呢。赵辉煌给了我一套小别墅，还给我一辆奔驰车，要不你先搬过来住？不行。我来深夏是为什么呀？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好，我知道，还是我们在纽约的约法3章。第一，不能随便见面，要见面必须征得你的同意。第二，暂时先不谈爱情。第三，可以发 email。很高兴你还能记住我的话。行，保持联系。再见，贤浩。梦辰，告别拥抱。不要这样，这是在中国，请考虑一下国情。梦辰，我可以听你跳起舞吗？如果我在天坛遇到你，
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如果我在天堂遇到你，你还和以前一样吗？我必须坚强的继续下去。我知道，我不属于这里。如果我在天堂见到你，你还会握我的手吗？ 哎，陆大兴，你说什么呢？哪个女孩子？叫许梦辰啊。这个，我在听你的指示呢。我知道了，这对梁清浩是好事啊，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不是很欣赏、很喜欢这个许梦辰吗？人家有男朋友了，我欣赏有什么用？ 为什么要这么急的宣布破产呢？我听说新上任的总裁陶纯同志干得很不错嘛，而且他上任不到1个月，就要回了1000多万的欠款，这说明我们申夏彩虹集团是有能力自救的嘛。我认为啊，我们市委市政府还可以把一些政策，向这个曾经为我们市做出巨大贡献的 彩虹集团倾斜嘛。郑书记临走的时候啊，我们曾经在一起讨论过关于省下这些国有企业合并的问题。现在，郑书记在省城，所以我认为啊，有些事情要等他回来以后我们再议论。高书记，你这个话是什么意思？现在是郭守义同志主持工作，郭守义同志是申夏的老一。 高峰强同志不了解申夏彩虹集团的事情啊，人家外地的公检法来封了申夏彩虹集团的账号，是因为申夏彩虹集团欠了别人的原料钱。说到政策倾斜方面，这些年来我们一直从财政上支持申夏彩虹集团，他们的企业税、经营税。 我们都是到申夏国税局去请求他们暂时予以免去的，1年2年可以，可10年8年就不行了吗？国税局的钱是要往国库里去的呀，同志们。如果一旦中央查下来，我们就会吃不了兜着走。而且，现在国营大企业的经营观念甚至经营体制不变。 现在申夏彩虹集团亏损4个多亿，越往前走，亏损的就越多。到时候谁来补这个大黑洞呢？而且，银行已经明确表态了，不会再借给申夏彩虹集团1分钱了。那么，申夏彩虹集团继续经营的流动资金从什么地方来呢？ 最后，还不是落到我们财政局和企业局吗？是不是由辉煌集团这样一个民营企业来承担彩虹集团的所有的债务，然后一揽子就把彩虹集团所有的固定资产都交给赵辉煌一个人吗？那你的意思呢？我们申夏情况非常特殊啊，如果在市里我们找不到好的国营企业。 郑书记临走的时候啊，有一个新的思路，我们可以到省城找那些民优的国营企业，我们可以搞兼并嘛。高书记啊，我看这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谁能养活我们这些企业的职工，
谁就是我们的救星了。就像郭守义同志前几天在市府会议上的讲话，我们就拜谁为佛呀。同志啊，你这个思想非常危险呀！现在是郭守义同志主持身下的工作，我们应该尊重守义同志的意见。我看应该是大家发财嘛，只有小河里满了，大河里才能涨水。我不喜欢赵辉煌这样的人，而且有这么多跟彩虹集团相关的案子还没有破，啊，你们就急着把他出手啊？那么你们查了人家赵辉煌这么多年，查出什么问题了吗？那是因为他有保护伞呐。老高，你说这样的话是要负责任的，这种话是不能随便说的。好，这样，我来发表一点意见。我们国家进入了 WTO， 进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并不是说从名义上进入，而是要从思想上，特别是法律市场的经济规律上进入。啊，我们来看一看世界各国，什么是政府的职能？是引导和服务，特别是服务，这是 WTO 国家最大的特点。所以，我们的政府就是要少干涉、少审批。关于这次是否把深夏彩虹集团卖给国营企业或者是民营企业，还是让市场经济的经济规律起作用？有争论是好事情啊！关于这次深夏彩虹集团的破产，是省委董贤达同志的意思。我昨天给省委打了一个报告，就是关于深夏彩虹集团破产的报告。现在主管我们深夏省委常务副书记董贤达同志已经批了。何秘书，你把报告给每位常委发一下吧。我再强调一下，我们一定要警惕国有资产的流失啊！我们一定要警惕那种打着各种旗帜下的腐败。这是在搞突然袭击，我们应该记住，没有监督的绝对权力，必然会产生绝对的腐败。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来，这些腐败的大案要案的沉痛教训还不够我们吸取吗？红宇啊，我觉得应该把李子韬叫来，要问问他这个副书记知不知道郭守义这个报告。老高，开常委会你怎么说走就走啊？红宇，李市长，子韬同志啊，你来的正好。郭守义这个报告，你以前就知道吗？我知道。为什么不通过常委会讨论决定呢？非要用省领导来压同志们呢？省委副书记董贤达同志已经批了嘛。那好，你去转告郭守义同志，他这个报告我和一些同志有看法。就算是董贤达同志批准的，我们也要保留意见。这个很正常嘛，反正今天常委会已经通过了，保留意见的存在是很正常的事情嘛。那好，有件事情我要跟你们打个招呼。如果是深夏彩虹集团破产案当中存在着什么问题的话，我这个主管纪委的书记绝不会视而不见的。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们，对那个什么赵辉煌，我不感兴趣。他一个民营企业家，为什么能够在深夏乃至全省呼风唤雨呢？不就是因为他有钱吗？我要求大家一起想办法。干部嘛，一定要起好的带头作用，不要闹事儿。市委市政府已经在积极想办法为我们解决问题了。工人们又是有2个月没有拿到工资了。
家里边又没有什么存款，有的人甚至已经揭不开锅了。朱小野，你这个车间主任的屁股是不是坐错了地方？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我跟你说，要是在非常战争时期，我可以枪毙你。枪毙我？我告诉你，我这个车间主任是替老百姓工人们说话的，他们把我选出来，就是相信我。难道说你让我去当一个他们的叛徒？这是共产党给你的工资。那你干脆把我这个连7品芝麻官都不到的小蚂蚁官拿掉算了，我都2个月没有拿到工资了。小尹，不正在商量发这个月工资吗？你别管，2个月，全厂职工工资加起来是1800万，你到哪儿去弄这笔钱呢？朱小尹，你放肆！放肆？我放肆？这是在集团的财务会议上，老子不干了！哎，秀云，你给我站住！现在集团处于空前的困难时期，就像打战的决战之前一样，你敢动摇军心？现在银行已经最坚决的不给我们贷款了，局里边没有这笔钱，我们怎么办？是不是能够动员一下我们的党员，还有科以上的干部，每人拿出1万块钱？我可以带个头，我拿5万，给我们工人发工资。这行吗？全集团科级以上的干部有500人，就是每个人拿出1万，才有500万。而且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具体问题。对，这当然可以解决燃眉之急，但是下个月呢？徐副总监说的对，我们的干部可以苦一点，累一点，甚至可以不拿工资。但是你让干部每个人拿1万块钱，你怎么保证能还上？看来我只有到银行去求爷爷告奶奶了。再给我2天时间，2天之内，我一定把2个月的工资给他发出来。你们的问题还是得我来想办法呀。我已经找到了一个人，他可以借给你们钱。谁呀？我是做了许多工作，人家才答应的。你们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啊！哎呀，师傅真是我们的大救星啊！我给他磕头下跪都可以。好啊，但是你们要谈一谈，以什么样的形式借？人家提出了以入股的形式给你们钱。这不是借呀，这是要买我们的。对方是谁呀？如果人家借给了你钱，你总得承认人家是你的债权人吧？那当然，现在许多银行也是我们的债权人。哎呀，多一个也没什么。那到底是谁呢？辉煌集团的董事长赵辉煌，不借也得借，这是深夏彩虹集团的华山一条路了。表决。看来，大多数同志都同意借钱了。好，大家可都是现实主义者，实事求是嘛。哎，我提醒大家啊，这可是集体的意见，众人的意见啊。他赵辉煌的狼子野心，真是昭然若揭呀！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嘛？啊，借。是这样的，我们董事长很忙，今天他和朋友要出国，他去了机场。我们可以先谈起来吗？这次是郭市长跟我们董事长打了招呼，
我们只好把钱借给你们。而且身下是需要扶贫地方太多了。王总，不是扶贫呐，是借贷。郭市长的话里有扶贫的意思。扶贫是无偿的。这么说，这笔钱，董事长是不准备要了。董事长和我们呢，都不指望把这笔钱要回来。但是，我们要求有借贷关系，要折合你们集团的股份。所以，我们请了公证处的人来了。我们不谈你们集团的亏损额度。我们知道，你们集团在2年前就已经试点了股份制了。按照我们董事长意思，是我们就照着你们集团2年前搞的股份制的股份来核算我们的借贷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钱借给你们，但必须算是入股。我知道郭市长已经同意了我们的观点，陶总，在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吧？那这样的话，接着说。如果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看你们还先统一些观点，再来找我们谈，好不好啊？我可是听说了，你们来这里借钱，那是因为你们企业已经解不开锅了，是不是啊？想借钱，那就得服从我们的条件，要不然我们只好大路通天，各走半边了。冯总啊，我们今天来就是来签约的。这样吧，就按照赵辉煌董事长的意思办。你这样态度对吗？这样，请你把2年前你们集团改制的经济核算拿出来，让我们来算一算，我们的3000万在你们集团到底应该占有多少股份？这个合同我们签了，如果你们还需要钱，我们可以继续输血。当然，还是要按照股份来折算。对不起，来晚了，有点事情。非常高兴我们之间的合作。好，董事长，请允许我来介绍一下。来，这边请。这位是申夏彩虹集团的总经理陶敦先生。这位是彩虹集团副总经理朱小乙先生。这位是彩虹集团财务总监徐梦辰小姐。梦辰，我们又见面了。看来这个世界不大呀。你是赵辉煌？你知道吗？今天这个场面是我需要的。在这样的一个场面，我告诉你我是谁，你不觉得我有一种巨大的男人力量吗？在生活当中，我既追求平淡，也不反对惊奇。我告诉你，你知道我是谁，比我借给别人钱我还高兴。我说句开玩笑的话，如果他们这个钱要是还不了我的话，我看就拿你们抵债吧。
我是认真的。你认为我值3000万吗？在这里，我首先说了，真正的美丽是没有价格的。你要允许我的话，我想说一句话：感觉很重要，感觉是无价之宝。我知道你们现在很困难，我听说你们用钱用得很急。我这个人呢，就是急人所急，喜欢雪中送炭。我希望我们这次合作是以真情为基础。又是一个胜利啊！他们正在按照我们的棋路一步一步走啊。将军这步致命之棋啊，马上就要到了。不急，你把陶纯的情况详细的跟我说一下。陶纯现在的心理呢，已经从几个方面被我们摧毁了。郭守义和李子韬正向他施加政治压力，而在下面的工人呢，要的是效益。在这一层呢，我们也没有放松，但他的软肋已经被我们给抓住了。等到将军这步棋到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致命的一击。不。威胁不是我们工作的唯一办法，别忘了还有另有这个手段。哼，你看看他们建了3000万，人都傻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是啊，赵哥，你这一招可是致命之招啊！谁又见过那3000万的现金啊？到时候，这都是定时炸弹。哎，那个朱小隐是什么车间主任？这个人好像是有点个性。我在监视器里看到他拿文件的时候，手在发抖。他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这小子，我使过好几次绊了，都没有把他绊倒。这小子就像5·4青年时期的热血青年。我看要是不行啊，干脆让这朱小隐消失算了。胡闹！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想？在身下现在想找我茬的人大有人在，在触犯法律的事情上一定要慎重。能不动的就不动，能不杀了就不杀。别忘了，软刀子比硬刀子杀人不见血。现在我们要靠政策去解决问题，要靠法律去解决问题。我们已经是合法经营的法人了。对金殿新和朱小隐这样的人，一定要抓住他的软当，实在不行了再说。赵哥高瞻远瞩啊！不过，今天这个徐梦辰倒比我们更加惊奇。可是他和梁新浩的关系，而且他为什么偏偏要到一个亏损而不景气的国营大企业里去呢？这可是个问题。有什么可奇怪的？我已经问过梁新浩了。人家在美国纽约就认识，他是学金融和 MBA 的，想自己做企业，所以先来中国尝尝梨子的味道，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要娶她，她可是梁新浩追求的女人呐！哼，梁新浩怎么了？还不是我养的一条名贵的狗。我现在用得着他，我就喂他一口食。牵着他溜几圈，让他狗仗人势的给我叫几声。有一天我用不着他了，我连他声带都给割了，我让他变成草狗、疯狗、哑巴狗。赵哥，我能说句话吗？说。赵哥，你还真的为这个女人动真的了？很复杂。说不清楚。有的女人，你看她们一辈子都产生不了感觉。
有的女人，你见了她1秒钟，你就会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这一辈子要找的女人。” 市委书记郑毅然回到省城述职，在市委副书记、市长郭守仪的主持下，深夏彩虹集团向深夏最大的民营企业家借了3000万，而这3000万是以股债形式借的，也就是说，深夏最大的民营企业家已经成为了深夏彩虹集团这个国营企业的股东了。深夏彩虹集团的财产评估团已经组成了，看来深夏彩虹集团的破产和拍卖已经势在必行。这是一次改革的试点，是我们深夏市大型企业进行的一次改革的试点。我们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呀，但是必须清楚的是，我们这一次评估必须在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前提下进行，同时呢，还要考虑到股东的利益。现在，我们的民营企业对属于国有企业的深夏彩虹集团拥有股权，这是由特殊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你们评估团要看一看，我们深夏彩虹集团到底负债多少，必须给历史做出一个公正的解释。至于说深夏彩虹集团的工人和干部的安排问题，我们市委市府正在积极的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口号是：不让1名深夏彩虹集团的职工下岗。是你。你为什么一直不给我打电话呢？我没有情报。再说，我也没有你的电话号码。深夏市公安局局长的电话号码很容易找到，局长接待日，你就可以找到我。彩虹集团马上就要破产拍卖了，你一个财务副总监，居然无动于衷。